这两天真的周末太忙了，太忙了。是家里的事情吗？是家里是忙的，还吵架。哎呀，难免的事情啊。开始了吗？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对，我就把那个啥，IG 打开一下，方便看。好 ，OK。已经有人点赞了吗？真是这么快IG 已经冲出来一堆人，雨后春笋。看一下。OK， 好，那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已经有一位 Mandarin， 不会念了。Mandarin， 这个同学在哪？我那里上次来过了，妈妈拉的是吗？妈妈拉，妈妈拉。好，然后 IG 的同学也欢迎你们哦。对，看到很多哦，这个好多人了已经。看到好多你们好呀，同学你们好，你们好。好，这个佳佳看到佳佳了啊、这么多人点赞，林子，米少飞啊，好，这个我看到娟娟了啊，印度的娟娟同学，好，是你学生吗？对对对，他好像在那个带货，他现在在带货，直播带货吗？生意还不错，中文学好了，然后去带货，好像也可以赚不少钱。那也挺好的呀，对，他好像卖一些印度的首饰对，好像还不错。那和中文有关系的吗？没有关系吗？就是可能用中文讲吧，所以跟中文用中文讲。对啊。然后大家如果看到一个印度人用中文讲话，那肯定好奇了。这个是不是那个怎么怎么在中国？在中国啊，娟娟，对啊，他就是娟娟就他是吗？他在中国带货，好厉害。娟娟现在去中国啦。是啊，可能已经赚大钱了，赚大钱了。不错，中文学好了就这样。他之前娟娟上我节目的时候很努力在学中文然后现在已经有了一技之长了已经有一技之长。厉害在广州对，广州那边商品比较多。对，广州的货不少。好，那灿叔，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都想要说中文，但是呢难免会害怕自己讲不好。对，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希望说一些方法帮助大家自信的说中文自信的说中文，相信这个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事情，希望能够自信的流利的把中文说好。好的，那灿叔，你有什么秘诀方法可以让学生们自信的说中文呢？我一开始先不说秘诀方法吧，我和分享一个心态。我觉得这个自信，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过分的在意这个东西，觉得我应该要自信，我应该这样去做但其实自信它是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慢慢的累积自己的，比如说中文能力的一点点累积增长之后，到最后你形成了一个自信的状态。自信不是态度，是一个状态。这个过程其实是需要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需要我们一点一滴的去，比如说吸收很好的中文。同时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反馈，就是你学到中文之后，对吧？很多人会觉得哇，你的中文很好，觉得你很棒，这个时候你就慢慢的自信就积累起来了，到后面就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自信，到后面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这其实也需要一个过程，我是这样想的。对，这个我同意自信绝对不是天生的，你不可能天生下来我就很有信心再来就是说通常自信是需要经历过很多过程才能慢慢积累起来，我觉得并不容易，但是呢你一定要去经历过这些过程，所以我觉得自信绝对不是你说要有自信我就有自信，老师说我们要有自信的说中文你就变得有自信，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啊，所以一定是，而且自信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别人给你的，你一定要自己不断内化，不断的经历过很多挑战跟这个说中文的过程，你的自信心才能够建立起来就我们可以问一下茶叔嘛，最早做直播的时候你有自信吗？你会觉得肯定没有的紧张吗？而且呢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一开始不够资格，或者是我真的才刚学，我说的不好，我不敢说出来。我刚开始做直播课的时候也是，我觉得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中文老师，我能教得好吗？会有学生来听我的课吗？
我会对自己充满怀疑。但是这个一天一天一步一步的，我都在建立积累自己的信心，所以我现在是个很有自信的直播老师哦。对啊，而且再以茶叔为例，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值得大家去学习，就是茶叔每天都直播，他有很多时间去练习这个我怎么教中文，对吧？学习中文、教中文都是在做一些事情，做事情就是从这样慢慢一点点起步的，但是他中间需要大量的练习，每天不间断的练习。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就是觉得，不管茶叔和笨叔说话，相对我而言会更清晰，更符合学生们的需求。因为每天你们都是上课给学生说这些东西，我更多是在传递一些知识，可能没有你们的语言就是我可能有时候用的会稍微难一点点，就是你们知道你们说出来的话，学生肯定是能懂的。有时候我说话，学生未必都能懂，因为我没有这个完全的实战的经验。就是我是觉得这所有东西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都需要一点点的去探索，去累积，慢慢的你就为这个不管做任何事情，你这个自信心都会能起来。对，其实自信心代表的是你背后你花了多少时间跟努力，对，所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它绝对不是说我有自信我就有自信，它绝对是每天积累，然后你有相对的实力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啊。好。这个月莹说好，来灿叔帮我们念一下。自信不是自然，就是不是天生的，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很多失败，从自己失败中吸取很多经验，然后自然而然的就充满自信了。对然后这位同学说自信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对，这也是对的。对，所以自信心绝对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别人说给我有信心你就有信心。对呀，自信心绝对是一个自己慢慢去经历的过程所以不要说学习中文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你必须努力之后才能够有相对的信心出来。是的。好，我们有一些同学跟他们打个招呼这位叫安娜，看起来应该是俄罗斯来的朋友吗？对 Kazaliva， 对，他是俄罗斯的OK。然后春娇，两位老师好，星期一快乐。好，这个还有 IG 很多同学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今天好多我看在线90几个人。对表示大家越来越喜欢大叔中文了。我们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要有信心，也要有人支持，对不对？是的就像我们大叔中文，为什么我们3位大叔能够这么受到欢迎？我觉得我们的自信心也是同学们给我们的。对同学们参加我们的直播课，参加我们的去听我们的播客，支持我们，然后觉得大叔中文是学习中文很好的频道跟材料。我觉得我们的自信心也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就是通过别人的肯定。所以各位同学，你如果要建立自信心，要自信的说中文，其实就像刚刚灿叔说的，你不断的要听一下别人的反馈。其实我们在做大叔中文的过程，也有很多同学批评指教，希望我们改进的地方。那我们就是其实我们也蛮努力的一段时间不断的在改善改正我们的教材对，我再可以以我自己为例，就是有一个地方可能对大家有点借鉴的意义，就是我和茶叔其实都是南方人，对吧？对，就是没错，普通话是以北方的这个口音为主的，北京话为主，所以它和我们本身最早习得的这个口音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有很重的这个口音，所以一开始我说我要做这个中文老师，我要去教中文，我老婆都是满脸的问号，可以吗？你神吗？搞什么？你不要误人子弟，就是你是这块料吗？这个甚至自己身边的人都会怀疑你，对不对？对，很怀疑，觉得你不行嘛。人家普通话的支持诗发得好，你都是支持诗，都同一个音呢，对不对？而且后鼻音都发不来，对不对？对，就是当时但是我这个人好像脑子是一根筋的，我就觉得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认定这个事情，我就开始做了。我并不喜欢一开始就怀疑自己。我觉得一开始就怀疑自己，你就裹足不前了。裹足不前的意思就是你走不了了，把你的脚绑住了，你走不了了。对，你这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少想一点，就去做就完了。同时在做的过程中去想一下，比如说我有这么重的口音，那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有什么方法，对吧？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其实就可以找一些比较标准的这个口音。
他们比如说一些北京人，其实不要北京人的口音不是特别好，但有些演员我是很喜欢，我以前在别的场合也说过，像个陈道明啊，他们的这个台词功底就很好，说话特别清晰，你就多听，你就多模仿他，然后慢慢的你就发现，哎，我的口音好像慢慢的接近他了，而且有些发音对我一开始我其实不清楚，我觉得就是不会发，但是我因为听得多了之后，我发现哦，正确的音就是这个样子的。每回我自己一说出来，我就能感受知道啊，我自己是说错了。特别是因为我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就会需要反反复复去看自己的片子，需要剪视频，所以自己每做一个片子，我会反复的听好多遍，然后这样的话特别容易发现自己发音上的问题，然后修改起来特别容易。这个其实就是我可以推荐给大家2个方法，一个一定要找到就是你很喜欢的这个人，他说话你可以去模仿他，对，然后同时大量的输入听到正确的发音，输入。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不做视频是没有关系，但我觉得应该去录一下自己怎么说话，因为你只有真正听到自己说话，因为你就是录下来和你在平常自己说话的时候听到自己说话感觉是不一样的，只有真正录下来，你再去听的时候，你才能很清晰的发现自己说话问题在哪里，不管是这个语音的问题，还是有一些句子上的东西。其实你比如说你有很多的输入的话，其实你知道这些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叫你平常说话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发觉，只有自己反复的回听自己说话，你才能发现，这样的话才能帮助你改进。你改进之后，你每改进一点，你的自信心就增长一点。就像我和茶树一样，做自媒体做的越来越多之后，就是很多很好的反馈，我自己也能很清晰的感受到自己说话确实说的越来越好，而且呢，就是同学们都觉得啊，好喜欢听你说话呀，我都模仿你说话呢，这个时候自信心慢慢就爆棚了，了不得了。对，这个我很同意灿叔说的，就是说呢，其实像我跟灿叔都是南方人，我们一开始也受自己方言的影响很大。我们一开始也不是讲非常非常标准那种北京腔那种，好像大家想象中的标准中文。所以我们自己想当汉语老师的人，老师自己也要花非常大的努力来去适应这种官方口音。对。但是呢，我觉得慢慢的，当我们做了努力之后，其实我也常常要录音，然后听听自己的声音，有时候太高，抑扬顿挫不够，或者太低，我自己都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其实大家觉得啊，你是母语者，你都不用练习，你不晓得我们的痛苦。不是，我跟灿叔都经历了很长一段调整自己口音的过程。而且我们说话本来也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为了让学生容易理解，我们说话还特别慢，特别会强调一些音。所以我觉得我们老师并不是完全没有努力，我们也是非常努力，甚至付出了比你们更多的时间还有精神来调整我们自己的发音。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自信的上课，自信的用你们比较听得懂的中文说话，我们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所以我刚刚说过，自信的背后相对是你付出的极大的时间跟极大化的精力。所以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说要自信的说中文，这绝对不是1天2天的事情，这可能是3年5年，可能好几年了。你像Ben叔能够口条说的这么好，他有10几年的教学经验呢。对啊，对，所以这个背后要付出的努力，大家绝对要能够理解，不是1、2年能够达到的事情。对啊，也不是，所以说不是说只要是母语者就能教好你中文，真的都是需要训练的。你就只有训练之后，你才知道真正的哪些地方是学生有需要我们去帮助他提高的地方。你要是比如说一般的人，他其实不了解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在哪里。对，那有的像那个Ben叔，他可能帮学生上课几分钟，他就可以听得出学生的水平，或者是他可能常犯的问题，这个也是10几年教学经验的积累才有办法做到。我们怎么一直帮Ben叔打广告？对呀，感觉他好像在这里一样。对呀，Ben叔与我们同在。好，来，我们来自苏丹的玛丽安还记得我吗？当然记得了，这个玛丽安帮我们录了过年的时候帮我们录了过年的时候
你看玛丽安，我们3位大叔都记得你哦，都记得你好，啊，那也谢谢你这个过年啊，帮我们录了很精彩的视频啊。对对对。然后刚刚灿叔说的方法，变叔与我们同在。同在。好，那刚刚这个灿叔说的方法包括了，就是我们可以找一个模仿的对象啊，像比如说陈道明，或者是其他有一些相声演员，他的口条发音特别好，你们可以去模仿他的声音。那刚刚这个变叔就是说找到喜欢的母语者，灿叔说找到喜欢的，看来你更喜欢变叔，我知道了。太伤心了。好，然后再来就是大量输入，所谓的输入就是这个你喜欢的母语者他说的一些话，他的节目你都多听一点，模仿他的口音。好，再来就是录音跟模仿。那在这里呢，我觉得我觉得在说中文的当下，大家其实要试着去学习一个，就是我们要多使用一些肢体语言来辅助我们说话啊。因为这个，我觉得如果你使用肢体语言帮助在你说中文的时候帮助你表达，我觉得对方会更加容易的了解你说的话。就算你的中文还没有到非常流利的程度，但是因为你的肢体动作，人家会更注意你。所以我觉得自信的这个说中文，在肢体表现上也是一种方法跟态度。所以我这边建议各位同学，你们说中文不要死死的讲可以学习。你也可以听听看中文的母语者他们是用怎么样的肢体语言，或者是他们常常用的方法是什么，眼神、表情、手势，甚至这个肢体动作，都是在说中文的时候可以做的，然后让你很自信的把中文表达出来的方法，对方也可以更容易的了解你在说什么。可能你说的有点词不达意，但是由于你肢体语言的协助，让你的意思比较清楚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说中文的时候，大家不要害羞，手脚脸都并用，然后让对方能够更加的专注听你说话，然后更加的能够了解你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肢体语言算是个蛮重要的一个方法，让你有自信的并且充分的表达你说话的意思。好的，所以这个再来的话，我们中文说一回生二回熟嘛，对不对？那可能各位同学身边没有那么多中文母语者可以跟你一块练习。之前那个加尼，印度的学生加尼就常常说他会洗澡的时候自言自语，他自己会设想一个场景，然后自言自语，然后自己也常常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话。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方法，平常的时候你就要放胆的去使用这门语言。对，然后多对镜子练习，多自言自语，洗澡的时候可以唱唱中文歌，各种方法都能够让你更常的接触到这个语言。对，好，其实我觉得还就是要自信的说中文嘛，就是也有一个场景，就是和中国人说中文，对不对？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对于非母语者就学习者而言最为紧张的时刻，这个时候真的很难，对，很难表现出很自信。我觉得有一点可以帮助大家，就是你多听一些中文母语者说的很日常的东西，比如说像播客的东西，像一些比如说真的中国人会看的这些节目，不是说电视里头，电视剧那种台词是写下来的，它不是我们日常，就是有很多已经是修饰过的这种文字，不是我们日常生活说的文字。你像我们现在，我们两个现在说话就是很日常的说话方式，就是不经修饰，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就是中国人说话的方式。我就说你多听这些东西之后，因为你的听力好了，你会发现反正我能听懂他说什么，虽然我说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不怕。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就是你其实听别人不是完全听得懂，只能听懂一半或者7、8成，这个时候你就会变得很紧张。他那个词什么意思来着？我好像没听明白，然后我就担心怕自己漏听了信息，我可能回答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虽然说让你直接马上很自信不可能，那样的话我们反倒就可以先锻炼自己的这个听力，通过听力来反哺你这个就是说中文的这个口语，其实这也是一个方法，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不要急着说我一定要跟母语者讲完整的句子不需要。我觉得就像灿叔刚刚说的，我们有时候最难的就是你在看到中文母语者的时候很紧张的心情，
那个自信心完全就不见了。啊，那崩掉。我觉得这都是由于你想要说完美中文、完整句子，那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反而像灿叔说的，你去学一句我们母语者常常讲的一些比较有趣的口头的话啊，然后吃饭了没啊？或者那些听起来就是很简单的问候语，或者你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用句子说话，你可以用单字就可以了。你说快乐，我也觉得你中文很好啊。快乐今天我觉得就够了，你已经进步了。我觉得自信心就在于说你表达的方法让对方觉得你是诚恳的。那我觉得对方会给你很大的反馈跟支持。那对方只要给你良好的反应、反馈跟支持，那你看对方开心的样子，你的自信心就起来了。就算你说的是快乐今天，我想对方懂意思，给你支持了，你的自信心就起来了。那你如果畏畏缩缩的，然后一直在想要讲什么，那我觉得对方可能就没有办法给你很良性的反馈。这有一个谣言吗？这个有同学，为什么你要去以色列旅行吗？你要去以色列吗？为什么我们大叔不知道呢？我也不知道呀，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是这位同学，你要帮灿叔付机票，然后让灿叔去以色列旅行。对，好，然后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来跟同学们打个招呼。来自印尼的 Adam， 欢迎 Adam 你好。然后这个 Tracy 说，来，这个灿叔同意吗？来念一下。每天都要给自己喂一些鸡汤，我很好，我绝对能会的。对这个就是心灵鸡汤，对不对我觉得挺有用的，这个其实很有用，每天说多了，你就真的会很自信。这个其实涉及到以前我看了一本书叫《微习惯》，就是每天怎么去调整。每天比如说起床的时候就说今天将会是一个美好的一天，今天我会很开心。就虽然你可能一开始起床的状态未必是微习惯吗？对，微习惯，对，就是微习惯。你从这样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鼓励自己一下，这样的，其实这个东西会内化的，很奇怪。就是你每天这样说，你反正就真的有这个力量，觉得自己是可以的，因为这也是一种自信的力量。你要是相信，就是笃定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可以做好的，这样的话，慢慢的，你真的就有这种力量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要当中文老师。就是虽然我知道自己能力也不是特别好，口音还这么烂我是李灿，我是南方人，就是这样的话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好，我就是这样甚至是盲目的相信自己能做好，我就做去了。那慢慢的我就做好了，就做到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还可以，做得很成功，做得很成功。对。这个我就想到，想到灿叔以前说的，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这个假的事情想久了，就成真了。慢慢的好像演戏一样，对不对就是戏演久了也会成真。我觉得学习中文，你就假想自己很厉害，很有自信，很喜欢这门语言，想久了就会成真。对，英语好像里面有一个句子叫做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就是这个一个意思。Fake it and you can make it， 对不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去假想我们可以，我们能，就算真的不行，想久了，可能你的潜意识里面真的会有一种力量能够让你达到，给你一种动力，给你一种这个莫名其妙的一种力量，让你那个神秘的力量，让你真的达到了。我觉得世界上很多成功的人可能也是用这个方法，先 fake it， 先假装我能够，先去做，对，然后就去做看，试看，没想到试下去就成功了。所以你们学习中文也不要老是觉得我做不到，我不行，中文真难啊，这不可能的，我学了8辈子也学不会。你一直这样想不会，你还真的不会呢。因为假久了会成功，假久了也有可能会失败，就是你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所以我觉得就让自己想象我一定能够做到，结果真的就会成功，也不一定。所以说这个自信其实也一方面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累积的结果，一方面也是真的也是你需要去假装的，你假装有自信，慢慢的他就真的有自信。对，我觉得这个人生有时候真的可以因为很多事真的不容易达到，我觉得你就先假装你能够做到。这个事情可能真的很专业，但是真的你让自己有这种想法久了，还真的会成功。这个很难讲。好，我们是不是要进段广告？
对耶，进广告，对，我们先看哦，这位是我们的会员哦，嘉涵，这是我们的会员呀，对，Naughty 会员，Nine，欢迎你哦。然欢迎后小王，好，参数念完，我们来进广告吧。这个对，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因为你们说话的方式特别清楚啊。然后呢，另外一个我真的爱听他说话的就是孟非。孟非是以前江苏台一个主持人，他主持一个什么《非诚勿扰》呀，很有名的。OK，很厉害。是那个结婚的那种节目，是不是？对婚恋的对，，OK，就是相亲类型的节目。相亲类型的节目，OK。一个光头。那这个小王这个建议也蛮不错的啊，因为他喜欢孟非嘛，那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中文母语者，去模仿他的腔调口音。对，我觉得慢慢也会进步啊。好，那么我们来进一段广告。进广告前，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叔中文。好 ，OK， 我们来喝口水。广告，我们顺便可以喝口水哦。等一下，有点卡，好，可以了。你要跟着大叔们一起学中文吗？那就加入我们，成为大叔们的肉吧。你可以是小鲜肉，可以是小咸肉，可以是小鲜肉，还可以是小鲜肉。不同的肉，不同的福利。额外视频，播客精选词汇例句，大叔故事文本词汇表，还有每周和大叔们的见面会，不见不散。好哇，你看灿叔的那种口条变得多好，专业的，很配音，很专业嘞，都可以卖钱了。可以，这个所以这个真的是需要练，对不对啊？需要练习，对，要练，这个真的需要长久的练习才有办法啊。是的，然后这里我也想要告诉大家几个观点，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中文好像很棒、很好的语言，然后会觉得啊，我自己的母语好像不是那么主流的语言啊，会去好像稍微贬低了自己的母语。我觉得这个是万万不可，而且是绝对不需要的事情，因为语言就是个沟通的工具，绝对没有高低之分。甚至我觉得你要能够自信的表达中文，把中文学好，你必须要先把自己的母语学好，这是我的感觉哦。因为这个你的母语才是你代表你这个人，然后你的文化、你的家乡，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有那种我的母语好像比较不是那么主流，好像比较不好那种想法，千万不要有，千万不要有。你说的这点真的，我以前我们两个都是英语系的，以前真的会觉得好像觉得英语好洋气啊，中文是啥？这样会这样想。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学英文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外国人讲英文好羡慕啊，好好听。这个我要是英文能够像他这么流利，哇，那该多好。然后我就会去贬低自己的母语，或者中文的什么呀？谁学中文啊？以前的时候啦，就会觉得，要是我是个这个英文母语者，那该多好。但是到了现在，我就会觉得我很骄傲，我的母语是中文，因为中文太难了，还好我会的是中文，还好我的母语是中文。现在就会觉得哇，好幸运哦。那英语相对好学很多了啊，小学。小鲜肉，小鲜肉，小鱼肉，没有鱼肉。秀珍，你喜欢吃鱼肉？这个秀珍，这个是我们的会员啊，大叔中文的会员啊，所以如果秀珍想要参加的话，这些是我们的那个会员的这个不同的等级啊，不同的等级啊。好，那这个我们时间也快到了啊，灿叔，我觉得我再建议最后一个方法好了啊，这个我们之前在我们的直播可以聊过，就是大家可以找几个学习中文的同好你们不一定要在同一个国家，不一定要在同一个城市，你们可以成立一个像汉语角这样的一个，或者是汉语俱乐部，你们可以一周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在网络上聊聊天，定个主题，大家一起学习中文我觉得这个会大大增加大家说中文跟使用中文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找几个同好都喜欢学习中文的人，水平也差不多，那你们可以每周
在一个比如说汉语角这样的team 里面去，然后好好的去练习，不一定要找母语者，有时候不容易了对对，而且我其实还有一点补充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自信其实展现出来自信的状态，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对，有些人他确实，比如说他本来就是个特别开朗的人，特别爱说话的人，他自信说话的时候就是侃侃而谈的，他就说中文也是这个状态。但你可能在说自己母语的时候，都是相对会内敛一些，话也少一些。这个时候让你要达到那个状态，那是不可能的，是吧？对。所以我们要首先接纳自己是什么状态，对，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舒适点，对你而言的语言学习的展现自信的一个舒适点。比如说对你而言，你就是我在可以很认真听别人说话，说完之后我可以想一会儿，然后慢慢把自己观点展现出来，这个也是一种自信的展现，因为这是你自己这个状态真正自信的展现，而不是像别人一样侃侃而谈，那不是你你要找到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非常同意这个，我觉得自信心的展现，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去接纳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可能你不像别人这样啪啪啪啪侃侃而谈，能够把中文说得很好，让大家都这样。或许你就是一个讲得比较慢，但是你有自己的步调。我觉得说中文可以有自己的风格，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你可以有自己的风格，不一定要自信的讲中文就一定是那个样子。对你也可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嘛，有很多多样性的，说不定你的样子是大家也很喜欢的样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接纳自己，然后找出自己的风格，找出自己的方法，那才是自信的展现。千万不是自信，绝对不是就是那个样子就是自信。我觉得自信就是接纳自己，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甚至你觉得自己最有魅力。我觉得这个都是自信的展现，千万不要觉得爱自己了。对，我爱自己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对，我学中文就是希望更了解自己，更爱自己。我觉得你有这个心态，那你肯定能够很自信的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把学中文上升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升华了，我们升华了。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了今天谢谢大家。有个朋友说了很多的，不读一下，感觉对不起他对，那蔡叔念一下。我觉得学中文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兴趣。没有兴趣的话，学任何语言恐怕也不能持久。所以我每天都寻找那些能激发我的学习兴趣以及灵感的内容，以便可以让我打起精神，努力学习下去说得很好说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他用的中文的表达也蛮好的对，很棒，很好。好的，然后也有人谢谢我们免费提供的播客，然后帮我们推广帮我们对，各位同学，你们不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会员但是一定要点赞，然后常常来拜访我们，我们会非常开心。好，那希望经过了今天的课，你不只能够自信的说中文，你也可以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更了解自己，更接纳自己。最重要的是要更爱自己，这才是你学习一门语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跟过程。绝对不是学了一门语言，你反而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千万不要这样好好享受吧。对，好好享受这个 Jason 常常留言给我们谢谢你对，好 OK， 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再见喽，拜拜。